大家好，我是陈老师。关于世界，岁月如梭，时间来到了西元2026年的岁次丙午的次马之年。属马的朋友们，今年就是你太岁当头坐了。本命宫迎来了太岁、将星、金匮这三大吉星来坐镇，就像三军统帅亲临战场，气势如虹。而副星也有阳刃、剑锋、伏尸三行这些锋芒毕露的副星相伴，恰似盛宴中潜伏的几位心怀不轨的刺客。看似风光无限，实则暗藏杀机。而这三大主星镇守本命宫外表也是固若金汤，但是内部也是暗流涌动的。太岁星就像手握兵符的大将军，赋予你开疆拓土的魄力。为什么不是皇帝呢？因为皇帝他是紫微星。而将星就像战场上的先锋元帅，助你在事业征途上所向披靡。金匮星更如同运筹帷幄的军师，为你守得来之不易的战果。但是要注意，阳刃就像出鞘的利剑，总在你得意的时候划破胜利的果实；而剑锋星就像冷处的暗箭，稍有不慎就会伤及自身；而伏尸星与三行星就像军队中的内鬼，来给你一个无间道，随时可能引发意想不到的变故。远方也有白虎星在虎视眈眈，如同潜伏在丛林中的猛兽，随时扑向你身边。所以属马的朋友，你必须在今年有明辨时势，进退有据，方能让你的吉星的助力发挥到极致，将凶星的妨碍消弭于无形。整体而言属马的朋友在岁次丙午年，虽然太岁当头坐，但是你不要太担心，整体的运势可以说是吉凶参半，中平之象。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事业，在事业上本命宫迎来了将星与太岁这两大主星的交相辉映，既有开疆拓土的魄力，又有运筹帷幄的智慧。将星让我们可以统御全局的领导魅力可以散发出来，特别适合带领团队突破困境。而太岁的力量让我们在决策的时候能够获得关键性的支持。这两颗主星相辅相成，仿佛为我们铺着一个通往功成名就的康庄大道。这对于职场精英跟管理阶层而言今年是我们展现领导统御的绝佳时间。而将星带来的气势尤其适合跨部门整合资源，尤其是主导大型的专案，这特别是有利的。而太岁星的加持可以让我们在重要决策的时候获得高层或是重要客户的认可，谈判过程比较游刃有余。但是你要注意，有阳刃星，它会让我们锋芒太露，容易讲话的时候伤人伤己。所以我们在展现魄力的时候也要注意跟同僚之间的相处之道，以及我们应答之间的一些礼仪，那是一定要注意的。而对于创业或是业务开拓的朋友你会有发现新商机的惊喜，也能够受到金匮星的帮助，让我们守住重要的客户以及核心的资源。专业人士跟技术人才在今年可以获得技术更加一步的成长，但是你也必须要注意，伏尸星与三行星这两颗星宿非常容易在我们自得意满的时候悄然出手，来半路杀出个程咬金的错愕感会出现。所以特别在人事安排或是签订合约的时候我们要反复的确认细节，避免一时疏忽而引发的连锁效应。这就像什么呢？就有点像易经中的亢龙有悔，需要我们在事业高峰的时候，你还要保持的清醒，回头看一下，方能把将星的优势发挥到极致。整体而言，属马的朋友在岁次丙午年事业运势可以说是危机跟利益并存。虽然次马太岁当头坐，但是事业运可以说是小吉。而在财运方面属马的朋友，2026年我们本命宫迎来了金匮星这个财库之星来坐镇，就像获得了一个坚实的一个保护在这个地方，能够妥善守护来之不易的财富。这个很重要，因为你能够存下来的是你的，你赚进来的不算你的，你真能够留下来才是你的。就像我们做生意对不对？营业额很高，但是如果你净利很低，那你是白干一场，是不是这个意思呢？所以金匮星这个主星特别擅长巩固我们的正财资源，让我们在薪资收入、本业的盈利方面获得比较稳定的正面成长。整体正偏财的分布大约呈现正财占7成，偏财占2成，其余1成还是有特殊记忆的财喜。而阳刃跟剑锋这两个双刃剑会一直在提醒我们这是有危机的。任何投资决策你就必须谨慎又谨慎，无论是你的事业投资或者是财务投资，稍有不慎就可能让这两个所谓的一个煞星割破我们的一个财库，那就会有大型的破财事件的发生。例如怎么样呢？举个例来说，如果你没有做好投资纪律
原本你这个计划是可以赚大钱的，但是你没有设定止损，或是你没设好这个出场条件，局面一翻转，一次就让你打回原形，回到大清末年了。而我们的正财运势啊，也要去注意的是，我们不求是很快有大笔的进来，而是要像涓涓细流来汇聚成江河。也就是我们要追求的是什么呢？稳定的发展，而不是过度的冒险，好像一次你就翻本翻好几倍，这个基本失败率很高的。而金贵星的守护啊，让我们在职场上付出能够得到相应回报。比如说你是领薪水的，那今年特别适合深耕专业领域，而透过降薪的影响力啊，争取我们加薪的机会。而太岁的星的加持啊，可以让我们从事公职或是大型企业的朋友，在绩效部分可以获得比较正面的成长。而偏财的运势啊，就有点像什么雾中行舟啊，就是在这个大雾之中啊，在海上茫茫的这样航行。那呢，当然也有可能啊，我们这个迷茫就突然发现新大陆就像哥伦布一样，对不对？但也有可能啊，你进到一处这个美人鱼的暗礁地，一次啊你就把你清空。所以今年最好的理财方式啊，并非是什么呢？并非是说你要去积极的投资来去布局，而是短期的你靠存款，长期的老师建议你买贵金属的现货条块。放10年，尤其是黄金，你是保证赚钱的。而如果你真的我还是想要进入投资市场玩一下机遇的话，我们远方的匠心啊，它有开拓的能量，确实可以让我们带来一些跨领域的一些投资契机，比如说这些 AI 产业或是电子产业相关领域，那我们的野心勃勃，眼光也不错。但是呢，这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还是有福斯星跟三行星这2个星宿，我们会容易说看好这个方向，但是被消息面所误导，所以进场的时候会发生错误。不然就是说我要投资这个公司，对不对？跟别人合伙，但是法律问题我没有搞清楚，就变成是说我投资了钱，但是我没有管理的能力，或者我没有去发言的能力。为什么呢？因为我投进去了是他们去做事，我只负责出钱，出钱的只能分红，有没有这个可能？是有这个可能的，而且常常有这样子的一个争议在。所以在进行大额的投资之前呢，你要先做好风险评估，还有法律的咨询。而对于经营事业的朋友来说啊，今年的企业经营啊，要把握金贵星带来的稳定客源，照顾好客户的情绪带来的价值啊，这个价值很重要。我们的财运啊，不是只有看你的现金收入，有时候这个价值在哪里？我们有这个人脉，我们有这个地位，我们有这一些的一个资源啊，它也是价值。我们能够赚到这些价值，那是以后可以不断从这个地方啊，有些讲金鸡母一样，它不断给我们利益的，所以要去注意到这些。那也要警醒的，就是说我们的对宫还是有岁破星，会造成的一些意外开支，尤其是我们在做生意的时候，会有库存管理跟应收账款部分，你要建立严谨的稽核制度啊，避免你被查税，然后或者是说你积压货款，造成你自己的资金周转不灵啊，造成财务缺口或是断裂，那你真的会出大事的。而如果是从事设计或创意的朋友啊，受到华盖星的独创性，会让我们在开发特色商品或是服务的时候，可以出奇制胜，带来意想不到的营收增长。而特别要注意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远方有一个大号星的影响，容易到我们在冲动的时候呢，进行消费或是人情往来的一些超支状况。比如说去吃个饭，说我请客，结果谁知道呢？一请下来啊，台面上有20支茅台在喝了，你只是来说看到他的地上没发现，对不对？20支茅台开玩笑多少钱啊？对不对？那就很贵了。所以说啊，你就不要冲动了，然后去展现你自己的魄力在消费上面，或在购物上面啊，你是买不起啊，我就买得起，怎么样？我就买，就会买发现我真的是买得起，但是我后面的资金根本就跟不上啊。所以说冲动是魔鬼，谁跟你说啊机不可失？谁跟你说你是不是不行？他就是魔鬼的代言人，好吗？这个没有争议的。所以整体而言呢，属马的朋友在岁次丙午年财运走势可以说是稳中带险，属于中平。在感情方面，2026年我们属马的朋友本命宫啊，其实是因为有太岁坐镇，说他的这个天罡之气比较重，所以说呢，我们的姻缘方面呢会比较淡一点，而且呢，其他副星或者其他远方的星宿啊，也没有什么太有管姻缘的星，反而会受到阳刃跟剑锋星的影响，使得我们在这一年的人际关系啊，容易在自以为是的氛围中，成功的树立了许多敌人，所以人际关系啊，容易因为一些糟糕的玩笑而恶化。单身的朋友啊，小嘴跟淬了毒一样，把桃花都给毒死了，以为你自己讲的是一个幽默，是来一个热场，就人家讲的根本就是怎么样性骚扰、霸凌还是怎么样的，对不对？不好笑的玩笑，就小嘴淬了毒，是不是？不要以为你是那种霸道总裁，讲起来大家就觉得好迷恋你，不可能，好吧？没有这回事。当然了，也是因为匠心啊，虽然我们本身的一个气质跟魅力啊，可以受到激发，的确可以在很多时候第一时间给别人说啊，你这个人真的是
英姿飒爽啊等等之类的。但是还是一样这个三行星的力量啊，会让我们自以为风趣或是个性的开场白，会让对方觉得你在跟我开什么意大利的玩笑。所以在人际关系上啊，好好讲话就好，不要想搞什么幽默。而单身的朋友啊，有礼貌就好。而对其他已婚朋友来说啊，感情生活表面平静，它暗藏一些危机，那就是我们总觉得过去跟未来一样，没有什么太好经营的生活，不就这样嘛？油麻菜籽顺理成章吗？大方向看起来的确如此，毕竟啊，我们最追求一句话什么？执子之手，与尔偕老。但是不叫你一开始就过了一个养老生活，好吗？情绪部分呢，你还是要多加维护的，而且吵架千万不要翻旧账。所以今年剑锋星所带来阴影伤害啊，有时候无心的一句话就像利刃，虽不见血，但是伤心啊，那就很糟糕了。夫妻啊是这辈子最需要挚爱的人，要懂得保持相敬如宾的尊重，也要维持举案齐眉的温情跟体贴。整体而言，属马朋友在岁次丙午年，感情运以人际关系属于小凶。最后我们看到健康方面啊，属马朋友在2026年，我们的本命宫受到阳刃与剑锋的双星交锋，这两颗主星形成的一个血光跟煞气啊，将使得我们整年都会特别的怎么样，精力旺盛。奇怪，还会精力旺盛？对，它会精力旺盛，而且它很会损耗我们脏器的一个特殊状况，也就是有点英雄症候群。举例来说阳刃星啊，就像什么呢？就像已经是打好的一个大钢刃，对不对？赋予我们强大的抗压能力，也给我们很大的斗志，但也是会让我们斗志很强大，然后呢，就会容易过度的透支我们自己的身体，精神很好，但是身体跟不上，对不对 ？MP 很有，但是 HP 快耗完了，是不是？这就容易引发一些肝肾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因为太过劳累了，在女性朋友或是有一些男性朋友有些湿疹或者是一些肾结石或者是一些皮肤的过敏等等之类的，因为你这个皮肤它是由肾去管的，那肝的话就变成是说你的口气跟眼睛会变得很不好，所以这一年呢特别需要去注意肝肾系统的保养，需要你进行定期的肝功能检查跟作息的调整，而剑锋星啊。会有一些意外伤害的风险增高，尤其是你是做师资辈的操作机械啊，或者是你是要做驾车出行的这些通勤的，你必须提高警觉。另外还有远方的福斯星，会让宿疾在我们最不设防的时候复发。就像我们刚才讲过的有一些你是过去的一些肾结石这个东西，通常都是有病史的，或者是癌症在今年其实要特别去注意。所以说你的作息要特别注意之外，也要体检，那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你不要过于熬累那就是你不要熬夜啊，你不要去是说你作息不正常啊，这个朝夕之间不是你睡足8个小时就可以了，该什么时候睡觉怎么睡觉，该什么时候起床就什么时候起床。那平常时候其实比较简单的就是常去公园散步，让大自然去代谢在你身上的太岁星以及剑锋星还有白虎星的影响，让大自然去帮你平衡掉，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获得很好的平衡。而精神方面呢，将星赋予我们斗志跟华盖带来给我们的一些孤独感，会形成的一个平衡。就是说呢，你会很努力之后然后你下班了，赶快赶回家休息的时候路上就感觉到一阵寂寞。我那么努力是为了谁没有为了谁，就是我们愿意努力，我们就去做。那所以说这个今年就容易会有这个很大的落差，就像那个绚烂之后的寂静有时候就会有一种空虚感会出现的。当然这个方法还是可以透过常去公园散步来舒缓我们的情绪跟能量，这个是我们今年特别要去注意的。那所以说整体而言属马朋友在岁次丙午的次马年，你这个主角健康运势可以说是外强中干，整体的运势是属于凶。好，那以上就是我们属马朋友在2026年丙午年的运势解析。我们本命宫的将星跟太岁星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可以让我们开拓视野，也因为阳刃会过于锋芒毕露，有时候我们不懂得什么叫收敛，所以说自己有自己的分寸，这是很重要的。另外就投资是来提醒，尽量的做好储蓄，那能不要去购买房买车，那是最重要的。不要以为我赚了钱了，我什么都行，没有，能够存下来才是你的，没有存下来的那都是假的，账面上的财富有个毛用，对不对？他说老师我不会我全款买房，如果它继续跌价，那你不等于你是白花钱嘛，对不对？没住到，然后你还得赔那个跌价，那合适吗？所以说你要去了解自己，你真的需要用到的必需品的，我们再去做。
建设自己的财富跟建设一个国家是一样的，你必须要长远的规划，而不是只图现在的享受。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如果你想了解自己的命运如何，你可以用我们的一个八字排盘系统，或者是我们的老黄历来帮助你日常来去用的日课的吉凶。我是陈老师，我们下次见。